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娜美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在双人路的一个兑现情况啊。娜美的话不需要太多的教吧，毕竟是辅助了，我们只要去学习他的意识就好了。辅助的话，其实你想做事情可以做很多事的，就看你去怎么去做。娜美的话是纯辅助的一种玩法，像什么迅捷，就是致命节奏娜美已经不行了，千万不要去玩这种版本陷阱，因为创办这个流派的人已经不玩了，去玩巴德了。在你们前面看到的巴德的那个视频，就是他就是之前的娜美绝活哥，现在变成巴德了。这里的话就是过来吃对面的那个，给对面的野区造成压力，因为娜美的话是能给射手提供很高的那种单体伤害的，就是前期的话，娜美是就是伤害优势，单体伤害优势就是提升最大的辅助。露露的话是后期，猫咪也是后期。露露怎么说呢？能提供攻速，这是后期射手就是中后期吧，很吃香的。前期的话能吃，但其实提升一般般。这里你可以看到对拼的话，对面是拼不过这边的。对面的剑魔在吃上河蟹的，所以叫队友给个眼位。盲僧吃完河蟹的话，可能会往上路砍，不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剑魔在，所以必须得往后撤的。对面回去的话再打。盲僧那边给到就是抓到机会了。那这样的话，可以尝试先消耗。金刚影上来了，对面两个闪现交掉，那就追不到了。金刚影的话，就确实资源很快。那对面不回家，选择继续对线的话，那你必须得对，不然的话，两边就是等于就和平发育了。这里找到机会炮中对方，控制一定要给到对面的 C 位啊！哪一口没死掉，但还是被烫死了。这里双人路是没有闪现的，盲僧伤害很高的，不怕，都没有闪现的，直接踢死。这波把兵线推进去，可以越的。对面剑魔不知道会不会来，但 Q 命中了。补一下伤害，可以。这里很细节的一个点就是辅助先去扛塔了，然后卡莎去中路吃线。就是你如果是长手软辅的话，先扛塔一定是站在塔边，而不是往前走。就是你一个软辅，你先去扛塔以后，然后给到射手 buff。就是给到一些增益效果，然后你就在塔边等着就行了。射手是不差你这些伤害的，除非你是卡尔玛超远程的给一个那个强化 Q， 或者说给个控制就可以了。然后你在塔边的时候，你就算好，如果下一次平 A 你肯定是死的情况下，你就立刻出塔，然后后面就不用你管了。如果射手杀不掉，他会自己跑。要么就是他送掉了，那也是射手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先做好。这里选择第一件的话是做这个香炉啊，因为对线压力并不是很大，所以选择先做香炉。这里的话，射手卡莎应该不会做那个重伤，因为那个装备
哦，他选择这里面预购嘛，叫辅助做这个重伤啊，因为卡莎是会做那个借攻的，因为现在卡莎不能走那个攻速暴击流，这种情况下，下路线没那么好对，两边都对面应该是做了吧？对面应该是先做了小重伤的。看到没有？第一件，现在卡莎第一件都是选择做那个电冲火炮嘛。哦，卡莎直接上，还一往前走啊，这也太凶了吧！Q 命中，没有被对面走位躲掉了。对面萨勒芬妮走位很好。啊，那这里的话就辅助去补重伤，就你要看你的射手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像什么女警啊，像那个，反正就是那种攻速的，然后靠平内打输出的射手，你就别想着他会提早做重伤啊，不，他一定会做重伤。像卡莎或者说一些玩混伤的射手，他可能会做借攻这些更有性价比的装备。他因为 AD 攻速流的话，已经并不是很强势哈。但射手的话，3件套以后是怎样都能发力，4件套以后吧，3件套还是够呛。但3件套是能打输出，4件套以后就能 C 了。这里的话，大招打断对面的后排，不给对面的后排一个输出机会。这里的话，两边切入双切，中野的切入能力是很强的哈。再搭配那个卡莎，但盲僧这边是越到2塔去了，反倒是被对面的杰找到机会。先锋那边的话有狼人在那里偷这个先锋，不知道能不能偷到，会不会被抢呢？对面的杰没看到，那这样的话两边的资源都偷到了，都拿下来了，不叫偷叫控。哦，龙是被对面拿了，被对面抢了，应该是因为这边对面投入了比较多嘛，但是拿到优势就行了。其实第一条龙的话，对于劣势方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什么帮助。劣势方的话也拿先锋会更好一点，因为能给到就是比如说队内有大哥的话，有高手的话，可以更好的让他发育，然后带就是 C 位嘛。这里的话大招去打断对方，对面跑不了了，这里去一个预判去封走位，如果对面不往前走，那就原地吃伤害，如果往前走就吃控制，就是等于是阳谋了。这里准备买解控制的，就看对面什么情况咯。如果说其实做这个的话，其实是比较保护射手。如果说对面的杰对吧，最后一下大招爆嘛，这件装备的话，辅助是可以帮射手，就这样的话，射手可以不用做那个金身，就你这个技能你不用提早放。就对面有杰的情况下，因为最近杰加强了以后确实很不错嘛，所以就是这种可以抵消一次技能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的。那狼人这边有个高回复，卖了一个也还行，不亏。回去把这件做出来。这样的话，如果谁吃了杰的大招，你等他，然后等他放完技能准备爆的那一下，你再给他这个盾，就能抵消一次技能，那杰的伤害就没有了。就是对面有杰的情况下就可以做这件，因为有很多情况下你可能第一时间没办法给到队友一个这个主动技能嘛。但杰不一样，杰的话就很好的可以，因为他那个爆你是可以看得清楚的，你别给错就可以了。
就跟那个夜之锋刃那种一样，就抵消1次技能伤害。如果对面是控制骑手的话，其实就很多人都会选择先控制骑手哈。那杰的这种就是，这里的话炮中了，但打不出，顶多打个消耗。准备要小龙团了。杰的话打不过这个卡米尔，差点被反杀了。尽量的话还是跟着射手。射手4件套以后发力的话，肯定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卡莎的话是选择做 AD 套，没有选择做那个混伤，这就看个人选择了。混伤的话就是，伤害能打得多一点吧。这里卡了一下。龙的话，这里狼人在那边，在卡米尔在那边被2个人集火，没死掉，不怕。大招的话断后，给个盾，没给盾。你看到没有？这个盾，我跟你说，这个九后哥就是留来给那个杰的。因为现在说实话也不像之前那种秒，所以这件能抵消那个的话也还是不错的。这里来中路，卡莎的话在射手里面算是比较有抗性的了。卡莎没蓝了。卡米尔直接冲进去了，给个大招。这里2技能吃到一个人头。这个塔想推掉的话，并不是很看到没有？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他直接解掉了杰的那个爆发伤害。这里没蓝了，必须得撤了，都没蓝了，主要是看到没有？这件装备对于这个现版本的杰来说就可以防止，就是很大概率上就是不用让射手去出金身，因为射手出金身是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出金身，那就他等于就是丧失了1次操作机会。如果他做水云的话，他就能保证他的持续输出，在团战里面达到一个高度。这里大招大中4个，很完美的一个开团。但这里没有盾，可惜 CD 还是杰的 CD 更短一些。大招 Q 炮中没有炮到，对面还是躲开了，但也死了。萨勒芬尼的话反杀，但想推还是有点难哦。对面杰的伤害，主要是对面的塔就是水晶还有盾，推不掉。但现在中立资源也没有什么。就把对方野区吧，对面蓝 buff 还没有刷新，就把他的红 buff 给吃了。如果你等像娜美的话，确实是比较挺好搭这个卡莎的。不过他的大招能命中到超远程的后排，卡莎就可以直接飞，因为他的大招算是强控制。如果附近的队友能造成强控制的话，是能给对面挂上被动的。这里的话，回血已经做出来了，可以直接做个流水法杖，增加射手的伤害。这里做了金身，因为卡莎冲的太前了。那个刚刚那个面纱没有挡到萨勒芬尼的大招，
啊，对哟，说实话，刚刚冲的有点过分了。如果狼人去开就还好，因为这里面龙了，这样的话必须得速刷这个大龙。如果不拿的话，这里的话可能得先打人了，扛不了了，必须得先打人。大招给出来，给个回血，辅助一下。狼人战斗力很强，这里。拿个蓝先，必须得狼人去扛，辅助去扛的话扛不太住。不过对面没有打算去拿小龙，这里的话去拿小龙，这样的话龙魂也有了，可以直接一波了。像如果说劣势局的话，你可以做那个救赎，尽早做救赎。救赎的话有一定的坦度，而且能回复，提高自己的回复量。像娜美的话，给到增益 buff 的时候是会有个那个加速的，移速加成。哦，这里直接上了，说实话4个冲阵。但这波冲上去只是1换1，效果并不是很好。盲僧踢上去了，这就是踢零打野，一个人冲4个，还能把对面3个打残。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推塔了。好，那这局的话就这么有惊无险的拿下了。欢迎啊，那这期到这啦，欢迎大家收看，拜拜。